你来我往吧，各自有伤。他的脸上也都是血，但我呢已经被他打的，当时这个嘴角的靠里侧的这个腮呀，已经基本透了，被牙齿硌的。所以我也感觉到呢，就是不知哪来的血，就顺着嘴上，就是基本上是开始往下流，而且我的这个眼角已经被他打开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双方应该是体力上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而且我记得感觉到他比较，是属于专业型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被他掐脖子，掐在了这个车的左侧的前门子的那个风挡处。我那个时候感觉到自己已经完了，没有希望了。就第一次感觉到离死神非常近。是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没有什么痛苦，就是已经被掐到了，有点窒息的感觉。但是他可能也太操之过急了，他也知道他已经占了上风，但是正可能这个流的血太多啊，很滑啊，他掐的时候突然间两个手失手了。这倒开的时候也就瞬间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翻身的动作，所以他再掐的时候，就已经是我的这个枕部冲着他，所以我在回身的时候就将他来扣在了身下。这个时候突然间他的这种失手，给我创造了那真是一线生机。所以当我把他又重新反手压在我的身下的时候，认真的讲，我也学过柔道啊，所以这个机会我也不会放过，所以把他呢就是压在了身下。我的战友们大约在20多分钟后吧，听到了这种情况，才拉着警报啊赶过来。听到这个警报的声音，看到战友们来的那种场面，当时自己的心里面真是那就特别的高兴。当他们把何静从我的手里拿过去的时候，我还把何静的这个下壳端过来，我看了一下，我才加深一下印象，这就是何静。这就是当时我心里是全国摔跤冠军。对，当时我是两种想法：第一个，我终于把你拿下了；第二个，我心里在想，你确实很厉害。王立军的警察经历极其富有传奇色彩。这种传奇不仅仅在于他与犯罪分子一次次的生死搏斗，更在于这么多年来，他与犯罪分子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2000年，一名犯罪分子绑架了一家人作为人质，在杀死了一名人质之后，他开始犯了犹豫，是就此住手，还是继续往下杀人？就在这个时候呢，这名犯罪分子竟然鬼使神差地把电话打到了王立军的手机上。王局长，当时这名罪犯把这个电话打到您手机上的时候，您正在干什么？我正在距离市中心能有30几公里的地方，正在研究恢复一个现场，过去的现场正在搞案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指挥中心就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有一个人声称他杀人了，要和你通话。他说我们分析这个不一定到了他的那个通过楼梯已经到了他家的门前。后来他通过这个门禁往外一看，在我那个转弯处楼梯的缓步台上还站着一个人。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不行，你身后还有一个人。我说你既然能看到，我可以让这个人下去，你把门打开，我自己面对面和你对话。他说那也不行。这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把杀的那个人给你拖过来，你听着。我就听到他往屋里面那个地板上跑，跑完之后就拖过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扔在这个门的，我就和他隔着一个门嘛，就觉得那个人拖了以后扔在我的这个很近的，这隔着门有感觉，就是拖过了一个人。后来之后我就发现那个血顺着那个门缝就流出来。后来他就冲着这个门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既不能开门，也不能和你对话，你赶快下楼。对话已经不可能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准备要强攻了。上完，那是靠墙。赶快！那是靠墙，赶紧靠墙，跟我顶住！你给我顶住，靠墙！动手打他！那会儿给我刀，赶快跟着到前面。动手打他！明天顶住，明天，这会儿明天顶住，这会儿明天顶住，明天。这4个人肯定是上这个楼梯口去接应去，来接好啊！好。下来了，下来。这就是我们王讲，你看。
按理说这个犯罪分子与警察之间，应该是像这个老鼠见了猫一样，躲都躲不及。为什么这个犯罪分子偏偏在这个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还要给公安局长打电话？这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吗？我想呢，有的犯罪嫌疑人，他对法律的信任程度并没有失去，他的良知也没有失去，罪犯与警察之间也有信任感。那么就是他是针对你是谁。那么可能因为我在长期的执法当中，应该说，我针对已经犯罪的这些人，除了依法之外，还要注入一些人文关怀。比如说，有的人是流窜犯，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和家里面是断绝了消息。那么还有的呢，是因为家里面根本就不管他。在这种情况下，我都要告诉警察，给他买上衬衣，买上他的日用品，而且他的身体不好，还要投食，注入人文的关怀。那么包括有的这个死刑犯，他觉得自己要走的时候，他家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对你的这种信任感，他会把一些事情托付给你。那么有的就在刑场还有仅仅几分钟的时候，他会和你说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警察也好，作为一个公安局长也好，我想这个时候你的人文的这些东西，这种良知的东西，我们必须去尊重它，我都要认认真真把它办完。那么久而久之，这些传说也多了，而且我办的案子也已经多了，甚至有的犯罪分子，他就认为说，他说如果我就是说按照别人破了，好像说他觉得心里面不舒服，好像学让王立军来，而且他说好像我破了之后，他说我死在你手里面也很值，甚至还有这样的人。当然呢，就是说有些人在临走的时候弥留之际，托付给我的事儿，我都会认真去办。所以他可能也是出于这个角度，有的案犯在犯罪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或者是呢犯罪以后长期在逃之后，都要给我打个电话，和我商量商量，我是否投案，或者我是否杀人再杀下去。2019年1月8日正午3点，多支神秘武装警察部队突然开始在重庆火车北站集结，很快就达到了1000多人。这次入境拉练似乎与以往有些不同，因为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集结队伍里，不仅有武警官兵，还有携带各种装备的公安特警、刑警。这些一次规模浩大的特别战斗即将展开。这次行动，官兵们将奇袭位于秀山县的4个地下兵工厂和4个犯罪嫌疑人的住所，而他们对犯罪嫌疑人窝点的内部构造并不了解，情况十分不利。面对很可能持枪的犯罪嫌疑人，官兵们能够成功实施围剿吗？其次，驱动了各个地进发大训的，在重庆警方统一部署下，抓办案是到目标出发。各行动组都悄无声息地在预定的时间内赶到了目标地。凌晨2点40分，8个目标点的进攻部队都向指挥部报告，他们已在预定地点集结完毕，并接近了各自的目标。3号行动组在距离3号目标不到1公里的地方迅速布置路障，实施外围封控。与此同时，其他驾校也在做着最后的战斗准备。由于1号目标和5号目标都位于秀山县的闹市区，犯罪嫌疑人会不会心知明智？周围群众的安全能否得到保证？这一直是指挥部最担忧的问题。因此，平时的战斗素养就成为了关键。过去演练的合成啊、战术啊，基本的都可以，就防止他劫持人质。现在距离行动时间还有12分钟。Reports coming out of China that Deputy Mayor of Chongqing had sought refuge and consulate in Chengdu, and that there had been a
unexpected increase in security personnel around the consulate for a while. What can you tell us about any of this? Well, I think you're referring to reports about the vice mayor of Chongqing, right, city. So his name is Wang Lijun. Wang Lijun did request a meeting at the U.S. Consulate General in Chengdu earlier this week in his capacity as vice mayor. The meeting was scheduled. Our folks met with him. He did visit the consulate, and he later left the consulate of his own volition. So, and obviously we don't talk about issues having to do with refugee status or asylum, etc. Okay, but so can you tell us exactly when that meeting took place? I believe we're here on Wednesday. I believe it was Monday, but if that is not right, we will get back to you.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about what happened? Have you had any subsequent contact with him? Because there's some questions about his whereabouts. Yeah, to my knowledge, we have not. And aside from any possible thing that you couldn't talk about on asylum, can you tell us what he did talk about there? What was the purpose of this meeting? Frankly, I don't have anything at the moment on the substance of the meeting. Can you say why you said why you used the term he left the consulate of his on his own volition? Well, again, there has been some reporting to indicate that that might not have been the case, but it was the case. The reporting being that he had been forced to leave, or that had been dragged out? There's been unusual reporting about all of this. So just to reaffirm for you that he walked out, it was his. 所谓孤立我的理解就是因为我们公安战线的广大这个公安干警都是好的我对他们充满信心绝不是说因为这个王立军他是局长把一大帮人带坏了，绝不存在这种情况。我相信我们公安战线的广大公安干警都是好的，而且我们检察院、法院、司法安全纪委各个方面凡涉及到处理这些案件的事情，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王立军就是个别的人而任何一个地方有一些突发事件出现个别人我觉得都是难免的要求100%是形而上学辩证法就是1分为2所以我认为不能够就王立军的事件无限夸大然后我们猜三想四把广大公安战警公安干警他们的功绩他们的成绩给否掉。现在到重庆去走在大街上随便拉个老百姓你们问一问大家赞成不赞成打黑除恶你们就会有一个正确的结论。谢谢。我个人感觉到王立军在重庆打黑除恶这段工作中确实是做了不少的事情这个当时有个数据这个过去没有破的1000多个命案后来破了就是他呢破案是有他的办法的这个也正因为如此实际上市委市政府大家集体研究以后对他提拔使用而且在组织部门组织的考评中他也的确是名列前茅这个事情我确实是这个没有料到组织上对他这个工作是支持的老百姓的评价我了解的信息
也都是正面的。偶然听到一些反应，我也及时对他进行了反馈，包括批评，但是呢，他这个出走这个事情，我是完全没有想到，好，谢谢。香港凤凰卫视，想请问一下，我们知道王立军他现在依然是在同青代表团的名单上面，他是用这个请假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外面的谣言也很多，所以我们想请薄熙来先生能不能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权威一点的细节，让这个谣言可以少一点点。那也因为这王立军的事件，让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对于您的个人的前途的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传言。像您昨天下午没有在这个大会堂出现的话，已经是有很多的传说说出大事了。那也有很多的传说说，是不是到18大之前，您的政治生涯可能就到此为止了？那对于这一些的传言，想听您自己有什么样的回应？谢谢。好，我现在先给你一个标准的说法。这个王立军，这个正在接受中央有关部门的调查，调查已经取得进展。他这次请了假，不出席11届这个全国人大5次会议，这个问题正在处理之中，调查这个结论以后会向大家公布这个你们要播送的时候，希望把这段话给播全不要缺了字我再接着说几句这个因为你刚才提到的问题涉及到重庆的打黑，我想首先重庆的打黑是必要的。而且我们不仅这个对重庆的打黑充分的认定，而且要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要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经济界企业界他们的发展有一个清明的政治社会环境，打黑是完全必要的在打黑之初实际上市委市政府就多次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把握的这个尺度叫做这个范围上不能扩大不缩小也绝不扩大，定性上不压低也绝不拔高，要不枉不纵不漏，这就叫七不政策。实际上我到重庆以后看到一些告状信，看到群众的举报，确实我是有压力的打黑是碰硬的事情，是要得罪人的事情你打对了100个你出了一个问题，人家也会揪着这一个问题不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打不打黑我们是装聋作哑假装没这回事还是认真对待，敢于碰硬，为人民负责？我觉得我们还是选择了后者。但是我们要求一定要把这些打黑案件办成铁案尽管我们不能要求100%的正确，但是我们向着100%正确来努力。世界上没有100%正确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求各级政法部门以及政法单位都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依法办案。我还要强调，这个打黑呢，实际上绝不是公安一家，是公检法司安全再加上纪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多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由政法委来协调的，并不是王立军一个人的事情。打黑英雄这个称号不是市委给的，不是政府给的，我们从来没有授予这个封号，这是人民群众中讲出来的。而且应该讲，人民群众讲的这些话，
这是人民群众他有言论自由啊，这是一个问题。再有对于这个打黑，我觉得我们要这么来看这个问题。这个实际上在重庆整个工作中，像刚才黄奇帆市长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别的不说，我们起码有5个重庆建设，宜居重庆啊，平安重庆啊，健康重庆啊，这我们有5个重庆的建设，这个平安重庆建设只是其中之一，而在打黑的过程中，实际上，它只是平安建设的一项工程，而王立军他在打黑过程中的作用只是几大家政法机关之一的主要领导者，所以王立军如果我们摊开来分析，他是之一的之一，就是打黑只是公安工作的之一，而平安工程建设打黑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平安重庆建设又是5个重庆建设之一。因此我们在分析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应该是客观公正全面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它是之一的之一的之一。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高度重视，也高度重视。出了这个问题，我很痛心，我感觉到我用人失察，所以对这个事情，我们要认真的反思和总结。但是我特别想强调，在打黑的过程中，确实为人民群众是解决了不少难题，这个而且就是在公安战线，这个有很多无私无畏的同志日以继夜的工作是令人感动的。要讲起他们的事迹来说，我可以给你们讲到12点。而且重庆在政府的支持下，组成搞了500个交巡警平台，一个平台20多万。政府在这方面一点不含糊，把这个交巡警平台全建立起来，不仅加强了整个重庆的安全建设，同时也能够及时的来服务百姓。这个至于说你提到这个18大我们呢大家都关心18大这是我们党一个重大的会议。怎么迎接18大呢？就是努力把重庆的工作做好。至于说个人从内心讲我觉得从来我没有把本人和18大这些具体有些什么联系。重庆现在迎接18大就是努力把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我觉得这是最现实的其他的事情也不是咱考虑的事情。完了。龚刚模举报我的这个事实已经曝光出来了。他在监狱里去年8月份就跟他的这个代理申诉的律师已经面对面的把这事情解释了。就是当年09年12月6日，他让郭维国呀、王志啊、熊峰、王立军他们从监室里提出来，逼着他们举报李庄。因为什么呢？李庄当时要跟这个重庆的法院说，必须给龚刚模验伤，你不验伤，这庭不能开。所以说就发生了激烈的对抗。那要是不抓起李庄来，这庭真没法开。那怎么办？
就得逼着你抓我，又没证据怎么办呢？就得逼着龚刚模举报我。龚刚模没有举报我，那把他拳打脚踢啊，大冬天12月6日啊，然后往身上泼冷水啊，拿电风扇吹啊，最后拿出电话来，然后逼迫他那个濒临死亡的那个妻子，不是做了乳腺癌的那个切除手术扩散到肝了，又逼着他的妻子劝他，说刚模呀，我们配合吧。就这么着，没办法，他就在事先编造好举报我的这个举报信上，然后签上字。这些事实早都清楚了，这都已经2年多了。9月17号至18号，王立军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和受贿案，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依法开庭审理。报道说，2011年11月13号晚，博古开来、张小军将尼尔伍德投毒杀害。11月14号中午，博古开来在自己住处当面向王立军讲述了其投毒杀害尼尔伍德的具体经过，王立军进行了秘密录音。11月15号，尼尔伍德被发现死亡后，王立军指派与博古开来关系较近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维国负责该案的办理，但没有向郭维国等办案人员告知其所掌握的博古开来涉嫌杀害尼尔伍德并有录音证据的事实。11月16号上午，郭维国等人作出尼尔伍德系酒后猝死的结论，王立军未提出异议。11月17号，王立军主动将记录博古开来到过现场的酒店监控录像硬盘交给博古开来。11月18号，尼尔伍德尸体在当地火化，当晚王立军将该情况电话告知博古开来。公诉员指出，一系列证据证实王立军明知博古开来涉嫌故意杀人，却故意包庇，不去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报道说，2012年1月28号，王立军向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反映博古开来在1115案件中有重大作案嫌疑。29号上午受到其怒斥。我记得大约3分钟之内没谈任何事情，就是骂得差不多了，走过来指我鼻子，你必须把此话收回去，谁是杀人犯？完拍自己的胸脯，我是杀人犯吗？他后来一拳打过来，打到我的左耳朵，而绝不是一巴掌的问题。王立军当日即安排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总队长李阳等人重新调取证人证言，妥善保管尼尔伍德心血等关键物证，重新整理博古开来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证据材料，并提供了其秘密录音资料。后又将整理的卷宗交由李阳等人转移保管。报道说，2012年2月2号，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工作分工被调整，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2月初，王立军身边3名工作人员被非法审查，王立军感到自身处境危险，遂产生叛逃的想法。2月6号，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2月7号23点35分，自动离开美领馆，愿意接受调查。报道引述公诉人意见称，王立军后来要求重庆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对博古开来涉嫌杀人案重建档案、调查补证、保留物证，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博古开来涉嫌故意杀人的问题，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积极协助复查，为公安机关侦破该案起了重要作用，可以对徇私枉法罪酌情从轻处罚。王立军犯叛逃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叛逃的主要犯罪事实，属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王立军揭发了他人重大违法犯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办发挥了重要作用，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报道还介绍，王立军案侦查过程中，有关方面陆续接到对其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的反映和检举，侦查机关高度重视，经依法调查取证，掌握了相关证据。报道引述了王立军在法庭的最后陈述。王立军说：“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我知罪、认罪、悔罪。我仅就我所触犯的法律和所犯的罪，向法庭作出真诚的悔罪表示。我会用余生来回报和弥补给此时和归因我的人造成的伤痛和遗憾。此时，我只能真诚地说声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
2012年4月，重庆市公安系统一次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重庆市政法委主要领导在发言中突然激动地进行了一番脱稿讲话。一般脱稿讲话都是比较激动的。他回忆了王立军执掌重庆警界的岁月，他说，在座的谁没有被他调查过、挨过整，可以流露真实情绪的会议，3年来这是头一次。刚才这段话出自今天出版的《南方周末》，重庆警界低调纠偏，告别黑打。警界人士还记得，当2009年王立军就任公安局长的时候，重庆市公安局内部会议异常紧张。2009年7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时任局长的王立军宣布，重庆市的治安相当混乱。王立军还宣布，重庆警察中有16%到17%的人有问题。他并没有解释这个比例从何而来，只是说，比如说南岸区分局就有45个黑社会分子。会后，王立军的名言“重庆警察队伍问题比社会治安形势还要严峻”被广为传播，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运动就此启动。警察既是打黑的主力，也是打击的对象。据重庆警方内部人士透露，3年间，重庆市被处理的警员包括被判刑、被劳教、被纪律处分、被行政处理等各种情况。这些被处理的警员，一是的确有点问题，比如说过中秋的时候收了人家的月饼的；二是领导看不顺眼的，比如说有人理了个光头的头发，看着像黑社会；三是被人打了小报告的，但是没有经过调查的；四是以各种借口调整岗位的；还有第5种最可怕，没有任何理由就让你下岗了。虽然目前官方没有发布权威的数字，但是此前有报道说，已经有近900名不同程度被错误处理的重庆警察得到了平反。低调进行的纠偏工作，目前已经进行到了第5批次。重庆市公安局主要领导的指示是：踏雪无痕，润物无声。曾几何时，打黑成黑打的事是个禁区，坊间多有质疑，学界都有异议，但因为是王立军，更因为他身后的那个靠山，此事是说不得，评不得。现如今，当错误终于得到纠正的时候，我们感到欣慰，但是我们也有疑惑，我们更要追问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发生。权力如果失去监督和制约的话，公权力一定会被滥用。公权力一旦被滥用的话，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此其一，其二，打黑者也被黑打，这是过去3年来重庆警界的写照。打黑者被黑打，我们到底应该反思什么？南方周末在编者案中说，其个别领导干部以其个人意志强行将公权力的行使带离了法治轨道，不依法执法，执法者反受其害，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所幸在中央统一领导和部署下，自2012年3月起，从内部平反、人事布局、警务秩序等方面，重庆警界的纠偏和调整一直低调而有计划的进行，以警界纠偏纠错为先导，重庆正在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正如一位曾经被黑打的一级警督所言，虽然从非法拘禁到受莫名的处分，但我从来没有对我们的党失去信心。其三，对于踏雪无痕、润物无声的纠错方式，有人觉得太低调了。仔细想想，这种低调或许更加适合。集中整治、运动式执法，不正是我们一直反对的吗？贝尔想到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不久前的一个讲话：你们说新官上任3把火，我们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我突然就在想，如果说大搞动静是我们的习惯性思维的话，润物细无声或许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思路。